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新疆9月出口创历史新高，美国的制裁沦为一纸笑话。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新疆自治区对美国的出口在连续2个月的飙升之后，在9月份呢略有下降，但仍然比去年同期高出近3倍。9月份新疆企业向美国出口了价值2105万美元的商品。根据华盛顿邮报对中美贸易数据的统计，机械设备是新疆对美出口的最大的产品类别，总额是608万美元，占比 28.9%。其次呢是服装244万美元，占 11.6%。如果按照美国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2类产品都是应该遭到严格限制。根据这项法律呢，美国海关假定所有来自新疆的货物都是所谓强迫劳动的产品，因此禁止美国商人从中国新疆进口任何东西，除非进口企业向美国海关当局提供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些产品呢不是所谓强迫劳动制造的。连美国评论家自己都说，想拿出这种证据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然而诡异的是，美国海关总长坚持表示，迄今为止看到了遵守强迫劳动预防法的良好例子。美国海关说强迫劳动预防法生效以来，已经处置了491个和新疆有关的进口合同，价值超过 1.586 亿美元。遭到如此恶法的苛刻的限制，新疆对美出口却增长了这么多。我们很奇怪美国人到底从中国新疆买了些什么产品？他们到底是怎么落实这个强迫劳动预防法的呢？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今年9月，新疆向美国出口的最大单品为800万双合成袜子，价值156万美元。其次呢是价值151万美元的圣诞产品。按照强迫劳动预防法，这2个行业都被美国官员标记为高风险的行业，应该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真相就是如此。美国气势汹汹地通过一个所谓的强迫劳动法，吓唬中国政府和新疆人民，说一定要通过这个法律，让新疆的企业和新疆人吃不了兜着走。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又瞒天过海，大量的从新疆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还自欺欺人的宣传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法得到了良好的执行。美国司法的虚伪性，美国人的无耻嘴脸暴露无遗。通过这些年的政治较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是从来不在乎自己被打脸的，他们所在乎的只有利益。大量进口新疆产品可以保证美国国内市场的供应，平抑物价，稳住美国社会。袜子虽然不值钱，但就是人民生活的必须另外，新疆生产的太阳能电池也是拜登政府绿色能源计划的基础美国无耻无下限，双标无底线，我们还要警惕其在一定的时候拿这个所谓的强迫劳动预防法搞事儿。比如说到了某个合适的时机，美国政府会把它拿出来做依据，对相关的中国企业或美国商户进行制裁、罚款、没收财产。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2005年，美国发生卡特里娜飓风，中国一家建材企业向美国专注了数百万美元的纸面石膏板，帮助美国受灾地区重建家园。美国人盖好房子以后说这些石膏板造成污染，要求中方企业赔偿。中国企业经过10年的诉讼，最后赔了20亿美元在2020年，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防疫物资，包括口罩和呼吸机。而美国政府、美国律师们却多次借口中国出口的口罩质量不合格、标准不合规，要进行罚款和没收，让很多中国企业吃大亏。今天，美国海关之所以放行新疆产品，只是因为面对无法克服的通货膨胀，饥不择食，并不是放弃了他要颠覆中国的基本政策。将来某一天，美国政府一定会翻脸不认人。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